凌晨1点，他收到一封邮件，岗位调整，没有谈话，没有解释，抄送了整个部门。1200年前，也有一个人收到过同样的通知，32岁，朝廷最年轻的核心官员。146天后，一纸调令把他扔到1000多公里外，他以为人生就这样结束了。后来，全中国人都会背他的文章。805年，长安，他32岁，皇帝身边最年轻的高管之一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早晚会进权力中心，没想到一切就这样结束了。永州司马听着像官，实际上没有实权，从长安到永州要走3个多月，这一走就是10年。永州没有官舍给他，他带着68岁的母亲借住寺庙，不到半年，母亲走了。接下来5年4次失火，但房子可以烧，怀里的文稿他却一次都没放手。一个33岁的男人，官没了，母亲没了，房子没了，健康也越来越差，剩下的只有这一摞文稿。如果这是今天一个32岁的管理层被赶出总部，调去一个没有业务、没有前途的地方，接着母亲离开，住处失火，未来看不到任何指望，大多数人会觉得这辈子结束了。但他决定逆天改命，不再等一纸调令。这个人就是柳宗元。第4年的一天晚上，他把求人办事的信推到一边，铺开一张白纸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不再想着怎么回长安，他开始记录永州。罢了，若求而不得，便写下这山水人间。朝廷没有给他项目，那就写眼前的一座山、一条溪、一方水潭。后来这些文字有了名字，永州8记。他开始跟普通人聊天，捕蛇的人、打柴的人、种田的人，那些从来没人记录的人，被他写进了历史。白天他还是会写信求人办事，晚上他写真正想留下来的东西。1天1夜，1年1年，整整10年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让柳宗元厉害的不是坚持，而是他接受了一件事，有些努力这辈子都兑现不了，但他还是继续写。第1年没等到消息，第2年还是没有，第3次，京城甚至公开说明他们这一批人永不录用。第10年，调令终于来了，他回到长安。但只待了1个月，又被贬到柳州，比永州更远。于是他把同样的方法用在了一座城，打井、办学、种树、立新规。4年以后，柳州变了。819年，朝廷终于想起了他。调令已经发出，他却先走了，享年47岁。每个中年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永州，被裁员、创业失败、收入归零。但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们每天做的事，到底是在等别人重新需要你，还是在让自己越来越值钱？柳宗元没有等到，但他留下来的文字比那张调令值钱得多。